过去的2023一整年，一共发布了多少台手机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盲猜一波啊！5、4、3、2、1。我们统计下来呢，应该是在150台左右啊，你没有听错啊，平均差不多2天多就有一台新机发布。有些机器你可能不太熟悉，但是我们数据库啊，今年也测了差不多80台热门机型了。这些手机都已经按照价位段给大家做好了排序，工作量巨大，跪求一波3连点赞，特别感谢。这张表格我们已经上传到了公众号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回复2023所有手机这几个关键字下载。不同于618和双11年终这个时间节点，这个价格其实都已经趋于稳定了啊。这个过年回家想给父母啊，或者说给自己啊一个新年礼物犒劳自己，可以参考一波。好的，我是黄牛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2023年度全价位段购机指南，我们走起。我们正在抽送总价超37000元的新年礼物，关注小白测评 B 站频道查看置顶动态，转发关注即可。听说3连好运翻10倍。还是例行叠加啊，一是价格以某东为准，这个肯定是有波动，具体要看你自己的购入渠道啊，大家着重看型号，弱化价格。第二个是基本原则依旧是综合性价比加上方向偏重，大家明确自己的需求点。如果你就是某品牌的粉丝啦，相信目标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。第三个是所有机型都是根据我们过往的测评、数据库的数据，还有内部主观体验得出的主观结果。如果后面哪台机你有激烈意见，那一定是我们搞错了。首先是1500元以内啊，入门第一款红米13C 749的起售价，直接预定了新一年的最强入门机吧。上一代12C 已经杀疯一整年，它比12C 要更良心一些啊。我们第一时间入手了2台，到时候会有单独的体验视频啊。这6纳米制成的天玑6100 Plus 娱乐图40万加，比某些2000元单位的机器还要高啊。5000毫安时大电池，充电就有点慢了啊，果子水平啊。拍照肯定是扫码机，背面看还不错，塑料还多少做出了玻璃的质感，也是目前流行的直角边设计，放在那儿不像是这个价位该有的机器啊。但是点亮正面，立马把你拉回现实，720的90赫兹 LCD 屏幕，观感上还是几年前的风格啊。5G 侧边指纹、存储拓展它都有，不过为了压低价格呢，它肯定要省一些东西，比如红外 NFC 陀螺仪啊，系统动画啊，也没有自带的清水套和贴膜，这些都提醒注意。红米13C 上榜理由，这哪儿手机啊？这是一款几乎人人都买得起的移动互联网入场券。第二台荣耀 X50， 单论性能的话，它可能很难上榜，但是 X50 绝对拥有这个价位里最旗舰的 ID 设计。这台机器另辟蹊径了，在这个价位走了一条颜值路线啊！8加 128G 1249，正面还是一个曲面屏啊，放在那儿很有大哥感。120赫兹加上1920高频调光，续航上也配了一个5800的超大电池，充电时间肯定是有些慢了。35瓦小白测评数据库我们还实测了一下，30分钟充入38%，前台充满需要1小时43分钟。其他外围配置就比较一般了，短焦指纹啊、单扬声器啊、Z 轴马达没有 NFC 啊。在意这些的提醒注意。荣耀 X50 上榜理由，以父之名剑走偏锋。第三台红米 Note 12 Turbo 推荐8加256的版本，目前是1499。骁龙7 Plus Gen 2性能非常顶啊！小白测评数据库原神 3.5 模型平均帧率可以跑到58.4帧，波动只有 4.5， 平均功耗只有 5.3 瓦，最高温度也没有过45摄氏度。这个性能非常接近 3.0G 赫兹的骁龙8 Plus 了，而且它的功耗还要更低 ，ID 质感上也还不错。虽然是塑料机身，但是干掉了支架啊，正面屏幕观感 OK， 也有120赫兹的高频调光啊，而且它只有180克左右，这外围配置非常红米 ，X 轴马达、双扬、红外 FC 该有的都有。当然，这种主打性能的手机在拍照方面啊就不是强项了啊，而且注意它的后盖是偏软的，建议带个壳。红米 Note 12 Turbo 上榜理由，当红米和骁龙8减合体来到这个价位，就意味着一场屠杀。然后是1500到2500这个价位段依然非常卷啊！真我 GT Neo 5 SE 8加 256G 首发1999，平平无奇。但现在12加上256只要1699啊，性价比拉满。16加上1TB 啊，也只要1999啊，处理器也是7 Plus Gen 2，外围配置几乎和红米是一样的。电池和充电方面要更强一些，5500毫安时大电池加上100瓦的充电，144赫兹 1.5K 的直屏也要更好一些啊。有支架提醒注意，质感和影像依旧是不能有啥额外要求。真我 GT Neo 5 SE 上榜理由，宁当凤尾，不做鸡头。守护2000元档骄傲。iQOO Neo 9几乎是你能买到最便宜的8 Gen 2的新机啊，12加上256 2299，这才过了多久啊？我骁龙旗舰心不要面子的吗？144赫兹 1.5K 的一个国产直屏，颜值 OK， 性能强啊，游戏党的重点考虑对象。Q1 芯片超分插帧技术做的还是不错的，其他外围配置该有的也都有。提醒注意，它是单品 GPS。iQOO Neo 9上榜理由，当你在这个价位看到8 Gen 2时，它已经赢了。
红米 Note 13 Pro Plus 12+1286G1899，不着急的感觉，新年还可以再等一波降价。最大的亮点就是 IP68，如果在意外观质感的小伙伴也可以考虑啊。正面华星光电 1.5K 双曲屏，实测激发亮度有1200尼特，也有1920的高频调光。提醒注意，边框依然是塑料。2亿像素的主摄在这个价位算它一个优势。处理器是天玑7200 Ultra 啊，实测跑分77万加，高负载原神稍有压力，帧率是40.6帧，波动是37.7，功耗4.8瓦，然后是5000毫安时电池加上120瓦快充。小白测评数据库3.5实测，10分钟充入55%，25分钟完全充满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红米 Note 13 Pro Plus 上榜理由：将 IP68 带进2000元以内，功德无量4个字给打在公屏上。2500到3500这个价位，卷王之王卷穿肠了。刚发布没多久的1+143 12+256 2599，家族化的设计，玻璃的背板，金属的中框，质感拉得很足。6.78英寸的 1.5K 东方屏，手动亮度800尼特，激发亮度1600尼特，处理器也是8+2啊，8x4的这套组合。小白测评数据库3.5实测，高负载原神59.5帧，波动2.7，功耗5.4，表现也不错。压力最大的星铁帧率约有57.6，波动是14.9，但提醒注意，它的功耗也来到了7.1瓦，温度也来到了50.8度啊。续航方面，55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3.5模型中总共坚持了8小时20分钟，祖传长寿版100瓦，实测33分钟完全充满。1+143上榜理由：你若要战，那我便战，终端不能只你说了算。然后就是真我 GT5 Pro、红米 K70 Pro 都是目前最便宜一波的8阵3新机啊，但真我稍微吃点亏，12+256G 首发是3399啊，当时可能想着冲一波销量啊，首销优惠101元，3298，刚好比红米便宜了1块。到截稿的时候，它已经回到了3399啊。不过新年我估计还得降点价啊。2的综合调教谁更强？其实它们相差应该不会太多，处理器都一样吧。如果你在意拍照的话，真我其实更有优势一些，在这个价位里独有的 MX890潜望长焦更容易出片，其他方面也相当能打啊。小白测评数据库3.5极限续航测试模型，总共坚持了8小时09分钟，名列前茅。充电方面，100瓦加上5400毫安时大电池，33分钟完全充满。京东方 1.5K LTPO 屏幕，手动最高可以达到1000尼特，激发是1600尼特，有2160赫兹的高频调光。真我 GT5 Pro 上榜理由：听说你想射门，那我直接把门焊死。按照惯例，这个价位我们再来一款偏向于自拍女生向一些的手机啊 ，vivo S18 Pro 12+256 3199，搭载了大哥 X100 同款主摄以及前大哥 X90 同款的人像镜头。vivo 拍人像大家懂的都懂啊，666可以先打在公屏上，就这么说吧，豆豆一拍就停不下来啊。对于肤色的处理自然且发挥稳定，抠图和虚化表现也不错，晚上能够拍出那种比较自然的光斑虚化效果。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太拉胯的地方。前旗舰新天玑92 Plus 外观 ID 上正面观感也不错，玻璃后盖我们手上这一台是一个水波纹的效果，188克左右，轻薄的同时性能也很够用，适合小姐姐。vivo S18 Pro 上榜理由。好了，结束了。没结束。OK， 下面是3500到4500啊，到了4000这个价位档就是各家旗舰的标准版了啊。小米14 8+256G 3999，目前官方旗舰店还没有什么优惠活动，建议年底等等券。这个价位机器其实都非常相近啊。我们在内部抽了8个策划小伙伴，都有选择小米14，是本次内部调研唯2全票当选的手机之一。6.36英寸的屏幕，8.2毫米，不到200克，影像是 Pro 同款的观影猎人900，徕卡调教，徕卡影店也有长焦，虽然是直立的吧，但是骁龙8阵3的小屏机在续航方面小米优化的也还不错，更新到 HyperOS 之后可玩性也更多了，而且它还有 IP68啊，基本上没啥槽点了。小米14上榜理由：小屏安卓旗舰这个市场各家到底是怎么规划的？这白送给小米独占了吗？iQOO 12内部主观觉得是这个价位里面相对最全面的一台机器了。首先是全程设计让它的颜值质感都不错，8阵3处理器散热和性能释放也都 OK。iQOO 嘛一直性能主打，而且是一个直板机，如果是游戏党可以重点考虑。3.5模型压力最大的星铁测试，帧率是59.7帧啊，波动只有3.1，功耗6.5瓦，机身最高温度46.20度。不过它针对游戏有提帧策略啊，提醒注意。但是全程屏幕没降亮度啊，除了游戏，在影像方面的配置也是相当强了。大底主摄3倍长焦大尺寸 X 轴马达，充电也达到了120瓦，配置非常均衡。iQOO 12上榜理由：游戏影像都在行，谁叫我是水桶王。如果你不太 care 游戏，偏向于拍照质感的话，大哥 X100在这个价位段也是没啥毛病的啊。天玑93处理器跟8阵3可以说各有优势啊。有道是蓝厂配天玑，越用越牛逼。在影像硬件配置上，虽然主摄稍不如 iQOO 12，但是在软件算法上，到底它还是 vivo 自己人啊，不是子品牌嘛。特别是人像，并且还有参数镀膜 VR 影像芯片啊，影像上面绝对是 vivo 主场了。在屏幕方面，它是曲屏，跟 iQOO 12也是各自不同，就看你的个人喜好了。vivo X100上榜理由：水桶王2号。4500到5500啊，基本上5000档就是各家的大旗舰了啊。vivo X100 Pro 12+256G 4999，是我们工作室内投另外一款全票当选的手机，相信它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年度拍照旗舰。每次我们一发其他家的影像对比，弹幕都在刷 vivo。日常喜欢拍照或者人像自拍啊，1英寸超大底4.3倍的潜望长焦，加上自研的 V3 影像芯片，绝对不是盖的啊。稍高饱和度的影像策略尤其利好不想麻烦啊，就想直接出片的大众用户。直接看重度游戏负载，原神3.5测试模型没有什么压力，稳
度也只有42.2啊。数据库标准的星铁帧率有59.5，温度上来了一些啊，这个超过45了，46.8。电池5400瓦的闪充，3.5极限续航测试，总共坚持了8小时29分钟，充电45分钟完全充满，并不是特别亮眼。小遗憾点，我估摸着是为了给超大杯留点东西啊。屏幕呢是 1.5K， 指纹也是短焦的，提醒注意。vivo X100 Pro 上榜理由，每一次的影像横屏都是我的宣传片。这个价位选择苹果的话 ，iPhone 15标准版也登岛了，还有 C 口的改变和新的边框，在外观上终于有那么一丢变化。截稿前，某东官方店128G 的版本降价了800啊，而且最近官网也都降价了啊，已经来到了5199啊，5000出头啊，甚至5000以内啊，你找找优惠券也可能会拿下。256G 的版本如果找补贴呢，5500左右也是有可能的。顶级屏幕（括弧没有高刷啊，提醒注意）。小机身171克的重量，边框锐度减弱，握持手感相较于前代好了不少。当然，苹果也有很苹果的地方啊，小白这边数据库3.5的模型。续航不到5个小时，重负载比如说星铁啊，半小时平均帧率只有33.1，老生常谈的充电啊、信号啊、60赫兹啊。不过汇总下来，你要对 iOS 手感轻、灵动岛这几个关键词比较感兴趣的话，15作为最新的苹果系列还是挺香的。iPhone 15上榜理由，因为它是苹果，所以你都能自适应，对吧？如果你很重视游戏，红魔9 Pro 几乎是不二之选了。5个字，为游戏而生。激进的性能释放，直屏啊，散热风扇、肩键这些该有的它都有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摄像头它也没有凸起，正面无挖孔的屏幕，可以说是很多男生心中的白月光了。65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，直接登顶数据库3.5模型极限续航测试的总榜第一。为了照顾日常使用，这一代也配备了红外和 NFC， 但毕竟它是一款游戏手机，还是很挑用户的。堆料这么足，机身重量也达到了229克。造型方面，你说它没设计吧，也行，因为它直接给你来了一块板砖。红魔9 Pro 上榜理由，打抱不平。做米粉心中最酷的 mix。5500块钱以上啊 ，OK， 各位富哥富姐们看到这儿啊，就不是很在意价格了，应该到底是6000、7000、8000，那都是数字罢了。今年第一款必须是遥遥领先 ，Mate 60 Pro， 麒麟芯片，5G 网速，卫星通信，鸿蒙系统，玄武架构。虽然芯片的性能仍有待差，但是低功耗的优化调教再加上鸿蒙，还是挺有2把刷子的，日常使用很流畅。或者说买这台机买的就不是手机了啊，是社交货币，是话题神器，是2个字：信心。肯定归肯定，咱们还稍微冷静一下。小白4分数据库3.5续航测试，极限环节直到关机，它总共只坚持了5小时51分钟啊，6个小时都没到，88瓦的充电啊，机身质感倒是不错，但是屏幕还是比较宽的啊，对手小的人不太友好。12+256G 6499，而且官网现在买你还需要预约，直到截稿，第三方基本上还是加价的状态。Mate 60 Pro 上榜理由，废什么话，遥遥领先。下一台肯定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了。苹果纵有各种不足，但它有一个真的遥遥领先，就是视频录像。我们工作室这么大量的视频制作，如果在不太方便使用相机的地方，不出意外一定会用苹果。最新的 Pro Max 又上了5倍的长焦，再加上几乎无敌的视频稳定性，特别利好使用 Mac 办公的人群。而且在短视频时代，这家伙真的可以变成媒体生产力工具。A17 Pro 处理器，屏幕也有 ProMotion 自适应高刷，钛金属边框，大电池，各种生态优势就更不用说了。iPhone 15 Pro Max 上榜理由，买这台手机是真不需要人推荐的。OK， 最后是折叠屏这个品类，每年我们都会单独拎出来做指南啊，因为它确实有点特殊，感觉年底这段时间稍微有点平淡啊。前段时间也就在轻薄这方面闹腾了一波，然后就没有后续了。先说竖折啊，也就是小折叠，第一个可能大众很少听到啊，就是 Moto Razr 40，这是今年发布的小折叠价格里面最便宜的，3699起。如果你有直板机，就想买一个小折尝鲜，还是可以考虑的。哦，对了，另外在这儿我们多说一句，小折现在做主力机依然还是有些难的啊。我们其实更加推荐它的大哥40 Ultra， 降价后呢，只要4699，看起来也很精致，重量只有184克，非常轻薄。内屏的折痕控制也不错，铰链的手感稍微紧一些，感觉开合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僵硬啊。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把它理解为紧实。最大的亮点就是这块3.6英寸的外屏，144赫兹，413的 PPI， 还给上了 DC 调光啊，基本是一个全功能的外屏了。满血版骁龙8 Plus 处理器，3800毫安时的电池，在小白4屏数据库，我们按照直板机的流程做了一次极限续航测试啊，它也能坚持5个小时，还是不错的啊。就是充电方面只有30瓦了啊。另外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系统啊，这 Moto 嘛，你懂的，肯定是偏原生的啊，提醒注意。Moto Razr 40 Ultra 上榜理由，各位大哥小心点用，咱们1年后海鲜市场见。横屏大折普遍价格就比较高了啊，华为 Mate X5其实无需多说了，加价狂人，电子茅台不是白叫的，重量243克，盒上的厚度是11毫米，展开也只有5.3毫米，其实里面还塞入了一块5060毫安时的电池，内外2块屏幕也都拉满了 ，LTPO 高频调光它也都有。鸿蒙系统在大折这一块一直可以说是真的遥遥领先，对市面上大部分常用软件都做了大屏适配。当然最大的问题，我感觉是我的问题啊，就是贵。当然如果你不在乎什么品牌什么属性的话，荣耀 Magic V2 其实还更合适一些，16+256
256G 8999，它比 Mate X5 还要更薄，还要更轻。处理器上是领先版骁龙8战2，同样塞入了一块5千毫安时的大电池，续航这块肯定是没落下啊，合起来都像一个直板机啊。内外2块屏幕也都是120赫兹的，外屏的激发亮度数据库实测最高可以达到1451尼特，在折叠屏这个品类里面算是很恐怖的存在了。今年在大折方面，荣耀确实下了大功夫。如果还不满足，它最近还出了一个保时捷版本。华为 Mate X5 荣耀 Magic VR 上榜理由，大哥必须配折叠屏。OK， 全部指南完毕啊，后面你准备入哪台机器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，选出最喜欢的那一个。当然，开头咱们说了，全天发了150台左右啊，这个肯定有很多我们在本期视频中没能聊到。如果哪台遗珠你特别中意，也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大家明确自己的第一需求点，选择最合适自己的。OK， 最后还是我们频道的老生常谈啊，不要随便评价其他人的选择你不知道人家的真实需求是什么，人家没花你的钱，对不对？最后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如果前面有你中意的机器，你可以在频道里边翻看它的单体测评，或者去数据库里边对比它们的各项数据。如果觉得本期片子对你产生一点帮助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不过的你，小白所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